万万没想到，这必中的一枪竟被突然出现的屏障挡下，这直接看呆了孤门和西条子。随后一个石臼缓缓落下，只见其周围散发着一股强烈的震动波，使得孤门西条子捂着耳朵痛苦倒地。紧接着，鸡石准突然化作一道光芒，进入了石臼内部，强烈的震动波也随之消失。在缓过神后，西条子一口认定了对方就是异生兽。没想到能够击杀异生兽的强力一枪，竟无法对眼前的石臼造成任何损伤。震惊的孤门立马上前查看，然而就在触碰的那一刹那，一段鸡石准的过往经历瞬间映射在了孤门的脑海之中。随后孤门被这股电流远远弹开，西条子见状赶忙上前观察，可此刻强烈的震动波再次出现，虽然这使得西条子再次痛苦起来，但他还是将昏迷的孤门护在身下。只见石臼在一阵光芒之后变成了红灰相间的飞行器，随后飞行器缓缓升空，直接飞离了此地，震动波也随之消失。而此刻还在驾驶战机追寻异生兽的石窟师之也偶遇了这个石臼化成的飞行器，产生的震动波差点使两人的战机失去控制。而这个飞行器正是噬能者特有的工具，名为石之翼。它不仅可以作为噬能者的飞行器，还能够为噬能者疗伤，并且也是噬能者成为奈克瑟斯的地方。因为窥视到了基石准的过往经历，也让孤门感受到基石准背负着沉重的过去，有种难以忍受的后悔以及绝望般的孤独。但西条子还是认为对方就是异生兽。ビーストに同情しろとでも？ビースト？命令があれば巨人を攻撃する。命令がなくても、私は躊躇なく奴を撃つ。随后孤门根据脑海中的画面，终于在网上发现了蛛丝马迹，以战地照片的形式出现在报道中，而摄影者正是基石准。孤门也根据网上的信息找到了基石准所在的报社，而接待孤门的正是基石准的恋人佐久田女记者，而这位女演员也曾在盖亚奥特曼中出演过骷髅队的队长。在他的告知下，孤门也终于知晓了基石准的故事。基石准曾是报社中一位一流的摄影师，因为有着很强的正义感，经常用手中的相机揭露着社会的丑陋。对现实渐渐失望的他，来到了战争地带，成为了一名战地摄影师，并邂逅了一位失去家园的少女塞拉，与其建立起了兄妹般的情感。然而在后来的一次战争摄影中，基石准看到了塞拉在寻找着自己，而且意外拍下了塞拉被炸死的瞬间，这成为了基石准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更讽刺的是，这一系列的战地照片被全世界所赞誉，甚至获得了国外摄影大赛的提名。基石准也因心中的愧疚辞去了报社的工作。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一幕，照片的名字为《饥饿的苏丹》，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搜一下。在这之后，基石准经常会做一个同样的梦，在一片树林中，他追寻着塞拉的身影，每梦见一次，追寻的距离就更远一点。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梦境，一座遗迹出现在了基石准的眼前。在来到遗迹之中后，一团团的火焰指引着基石准来到了石之翼面前。在得到塞拉的肯定之后，基石准开始触碰上去，随着一阵电流的闪过，基石准变成了一道光芒，进入了石之翼之中。在这里，基石准遇到了奈克瑟斯，他也因此成为了噬能者。这个时候，奈克瑟斯还为基石准派发了一个新手任务，异生兽加鲁贝洛斯降临在了遗迹的外围。基石准化身成为奈克瑟斯迎战异生兽，在变换为红色青年形态后，奈克瑟斯立马开启了梅塔领域，双方的战斗一触即发。加鲁贝洛斯作为最具代表性的异生兽之一，其本身的战力就十分强悍，能够看穿并破解奈克瑟斯的相同招式，双方几乎打得难解难分。但这毕竟是新手教程，随着奈克瑟斯的一发核心脉冲，加鲁贝洛斯也终于被击败。在变回基石准后，也让他分不清这梦境是现实，还是如今的现实是否是梦境。这段沉重的过往使基石准一直以救赎而战，这就是基石准成为奈克瑟斯噬能者的过程。在本集的最后，我们也从预知者的口中得知，この男が2番目。基石准正是继奈克斯特中第一任噬能者真木顺一后的第二任。而随着主角人物的铺垫完成，接下来的故事也将慢慢进入高潮。也许有朋友会问，奈克瑟斯为什么会选择基石准成为噬能者？其实不然，是基石准自己选择成为了噬能者。在奈克瑟斯中，这个梦境其实每个人都有梦到过，只是大部分人在半路就已经返回了。正因为基石准心中的执念，让他一路走到了遗迹之中。那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境呢？在后面我们会一一讲到。我们下一期再见。